为什么那么多的婚恋博主都在喷女人呢？相个亲上来就问房子、车子、票子，不符合要求拽得跟258万似的。彩礼那都是基本要求啊，另外还得要求长得别丑，个子别矮，工作别差，情绪价值、安全保障等等，反正都要。有个女孩子啊，95年的，马上30了，在事业单位上班，相对象就相2-3年了，就是定不下来，眼看着年龄越来越大呀，急了就找我帮忙。上个月呢，我给她介绍一个男孩子啊，96年的，这之前是有工作的，后来呢是在家待业，准备过了年之后再工作。男方呢虽然没工作，但是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啊，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早些年啊这家底比较厚啊，拆迁加上置办，男士自己的名下就有6套房子，而且有3个商铺，兄妹就2个。说的直白点，人男士这边没工作呀，人照样可以去父母公司那边接班啊。我把男士情况跟这个女孩子一讲啊，女方很愿意啊，态度老积极了，强烈要求第2天见面啊，我就给安排了一下。谁知这2个人啊刚见完面，我那血压蹭都顶到200去了。这个女孩子呢就立马找我，跟我说不合适。我问她原因啊，她说男方没有上进心。再问才知道啊，这女方嫌男方是没有工作的，整天在家里就知道啃老等死。我说人男方只是暂时没有工作，以后会有的呀。他说那以后的事谁知道啊？他不敢冒这个风险，想找个已经有工作的，稳定月收入在几万以上的。哎，你说气人不？后来呢，我就问了一下男方这边的情况啊，人男方呢也是一通抱怨，那谁一上来就问我车房情况，要看我房产证、行驶证，父母做什么的，还问了男方一些工作上的细节，就跟查户口一样。人男方就说了，自己上一段工作刚刚辞职，不想这么快工作啊，想休息一段时间，年后再说嘛。何况自己每个月也是有收入的，商铺加上这个房子出租的房租，固定每个月有接近3万。我一听这收入可以啊。男方说啊，女孩子呢觉得他应该有上进心，不能够光享乐，房租啊不算收入。有些女生为什么嫁不出去啊？你就没那个命啊，送上门的你也抓不住。本来这事儿呢就已经过去了。昨天晚上这个女孩子突然来找我，说自己考虑一下，哎，觉得男士人挺好的，条件也可以，愿意交往看看。我去，这都过了多久了啊？8成是挑了一圈，哪个都不好，这个性价比最高，权衡利弊啊，又回来吃回头草了。我问他，你不是嫌人家没上进心吗？哎呀，女方这会儿聪明了啊，推翻之前的所有说法，说一个人能力也不能光从工作上面来定的，他家庭条件也好，学历也高，哎，长得也挺好的，所以啊，整体还是不错的，我愿意认识考虑一下。结果这个女孩子直接去找男士，发现被拉黑了呀。哎，这会儿就找我了，让我去给他牵个线。我听完啊，秒拒。1呢，我本人真的不喜欢吃回头草的人；2，我又不是牛马，你让我干啥我干啥。这妹子就不停的给我发信息，说后悔了，让我再说说好话。我不说，凭什么？我是有原则的人，优质资源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如果你能错过，那就说明你就没那个本事。我经常劝大家找对象啊，不高攀，不扶贫，不吃回头草，你得聪明，识时务，千万不要得寸进尺，更不要软饭硬吃。宝，有吃回头草的千万别答应，不是看你多好才找你的，而是挑了一圈啊来拿你兜底的，人家压根就不喜欢你。这一天天的约着啥人呢？心真累。散会。今天我说的话会比较狠啊，也不太好听。但自古呀，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能够把什么都跟你说的很好听。哪怕你就算是做了违法犯罪的勾当，他都会说你啊，犯罪是真性情，是迫于工作压力，是敢于尝试新鲜事物，把正的能够给你说成邪的，把黑的能够说成白的。你因为年龄大被别人嫌弃，他们会说啊，别人配不上你；你长得不好看，他们会说你足够优秀，足够自主。不喜欢你的人就是不识抬举。婚姻呀，本就一地鸡毛，遇到点矛盾呢，他们就会告诉你，干嘛要委屈自己啊？要勇敢去离婚。现在的网络呀，毒鸡汤横行，真的就是一种精神鸦片。未婚的不敢结婚，结了婚的动不动就要离婚，拆散了多少家庭？有一位36岁的大龄未婚姑娘，专门花了8000多块钱的学费啊，去学习如何才能嫁给高富帅。结果人家高富帅一听啊年龄，直接把她给 pass 掉，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那些视频啊，鼓吹着要做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别委屈自己，什么卡里有钱，车里有油。一群月薪3、4千的女人幻想着自己能过上日常阿玛尼、迪奥、香奈儿出入日料没事自驾游的生活，每个月的信用卡花呗都透支了，想想都觉得可笑。那些毒鸡汤呀，只知道说人应该如何去享受生活，从来不看现实情况，哗众取宠，毫无干货。哪个女人不想全身彩色 logo， 脚下五彩祥云，走路都能走出巴黎的味道？但事实上呢，有几个女人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到呢？我不反感女性的各种独立，事实上我很佩服那些能够自己撑起一片天的女强人。但很明显啊，这些鸡汤视频啊，它的逻辑方向是有问题的。现实世界上就是你拼尽全力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辛苦工作，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觉得自己无比委屈，也不过找了一个门当户对普通的男朋友。
过着每天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这个世界呀，不支持随随便便年薪100万，也不支持遍地全能女战士。还有一些脑残到爆、漏洞百出、台词弱智、霸道总裁爱上笨手笨脚的实习生、高富帅拼命护住傻白甜女主的电视剧、网剧、爽文等等，男女主一路尬演，但市场却很受欢迎，有着固定的受众买单。一些普普通通的女生乐此不疲地将自己投射到女主身上，享受玛丽苏式的快感。在他们眼里，感冒了不第一时间冲到我家门口的男人，那就该分手。过节不给我发红包买礼物的男朋友那都是渣男。并且在恋爱当中也会拿着男主对女主的恋爱标准去要求男友。我拜托脑子清醒一点好吧。电视剧还能打上个虚构，现实生活当中霸道总裁会看上实习生，要么是因为他的颜，要么是因为生意场上的利益关系，要么是因为他有着过人的不可替代的资本。这3条当中能占1条，你觉得你还是个普通人吗？你要有分辨的能力，哪些才是应该鼓励的。真正的3观是告诫那些来找对象的姑娘，你要坚持锻炼，不要熬夜，少生气，你就会变得漂亮。多读书，去学会理解他人，大家才会更喜欢你。而3观不正的毒鸡汤只会告诉你，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喜欢你的自然可以接受你的一切，不喜欢你的也不值得你去改变。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结果你自视甚高，产生高于自己实际水平的认知，自认为自己无比优秀了，谁也看不上。说残酷一点，这些心灵鸡汤、情感短文那都是对一些没脑子的、迎合了自以为优秀的人才会显得高级。凡事一定要有自我判断力，分清楚虚拟和现实，远离毒鸡汤，少看，否则你会把自己作死，你都不知道。我这刚去给别人介绍对象回来呀，我就发现有些姑娘找对象，我真的想说一句你脑子的是瓦特了吗？相亲刚见面，一上来就跟人家说我脾气不好，不会做饭。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是在宣示主权吗？这有一对相亲男女上周呢给他们约好了要周末一起见个面。这2人刚见面男士对这个姑娘确实挺满意的，因为这姑娘长得比较有眼缘大高个，身材也挺好，男士一眼就看上了，就更加的小心翼翼的去认识生怕他自己表现的不太好，对方不满意啥的。人家姑娘呢上来就问他工作怎样，住哪里，车房情况等等。男士虽然觉得有那么一点直接，但他想着相亲可能就是这样，就如实回答了。这回答完以后这个姑娘就感觉还不错挺满意的，就跟这个男士继续聊了一些家常话题。2人就这么认识了有一会儿姑娘突然间就跟这个男士说我这人吧脾气不太好，也没什么耐心，不会做饭，也不爱做家务。男士听完就有点懵了他这个内心就很纠结姑娘人是挺喜欢的，但是必须要接受这么多的缺点吗？那他也做不来于是男士就跟这个姑娘提出来这个脾气不好这没关系，咱们都是相互的，互相迁就一下嘛。你不会做饭没关系，那我做饭你收拾碗也行，家务咱们一起慢慢学，一起打扫嘛。话还没等说完，人家姑娘就说我这脾气我改不了，我不会做家务的，碗更加不会收拾。男士听到这儿就有一些不愿意了这不是故意在抬杠，故意为难人吗？就直接怼这个姑娘，那你结婚准备什么都不干吗？谁知姑娘说对你要是想娶我的话，你就是要接受我的缺点，那我也提前告诉你了，我这些我确实是改不了，你过来最后这个男士就觉得女士这样他就有些特别接受不了。2人认识了有半个多小时就说了这个不合适就分开了。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有些姑娘一上来就喜欢说自己脾气不好呢？我就想问问这些喜欢说自己脾气不好的人，你们有没有在工作简历上，在面试当中跟他们说本人脾气不好的？那有没有上班的时候对自己领导说我脾气不好，你别惹我？有没有对那些长得又帅又多金又有钱的人说我脾气不好的？那恐怕是巴不得表现出来自己脾气又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吧。那为什么会跟男士相亲一上来就说我脾气不好，比较懒，不爱做家务？能说这种话的多数是对下位者使用的。这种话它其实就是一种排除自己义务，增加对方义务的行为。我都说了我脾气不好你要是还来招惹或者是追求我的话，你就是应该毫无怨言的去忍耐我的脾气。所以一旦有人对你说出我脾气不好这种话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你在对方的心里是什么地位了。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确实对方是委婉的表示歉意我脾气可能不太好改。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还可以理解。我就很难理解那些一上来就说要找有车有房年收入几十万的，然后再附加一句我脾气不好，不会做饭。干嘛呀？你脾气不好不会改吗？你不会做饭不会学吗？你这么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你要对谁说呀？
能说这种话的人啊，真的在明知道自己有性格缺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降低对方的物质要求和性格要求，还在变本加厉的让对方接受你的一堆的臭毛病。哪怕你觉得自己脾气不好啊，那你对人家要求低一点，他愿意去迁就你，你可以接受他没车没房。我相信有这样的男人愿意去接受你，反而是你自己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看了就让人上火。你要对方有车有房，条件优秀，还要接受你的臭脾气，也没有任何要补偿的意思。总之啊，物质条件要迁就你，还要迁就你作妖情绪的嘴脸，如此歪歪的三观，以脾气不好为荣，乐于告诉追求者去测试男人的服从性。在这种没有人格平等观念的人眼里啊，最憧憬的就是无论自己怎么发脾气，对方呀都得去舔他的脚趾头。这种人啊，早晚自己作妖死。遇到这种人说这种话的啊，直接怼回去，你脾气不好，我脾气也不好。